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沉重却温暖的话题，台湾对待老人的方式为什么能让人感动到流泪？我是一个来自上海的普通女孩，因为从小对台湾充满好奇，再加上几个朋友嫁到了台湾，所以留在日本工作后，每年我都会亲自跑一跑台湾，去看看这个离大陆不远却截然不同的小岛。每一趟的台湾之旅都会刷新我的认知，特别是在看到台湾对老人的态度后，我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，甚至有点惭愧。台湾对待老人的那份细腻关怀，真是让我目瞪口呆。大陆和台湾在如何对待老人这件事上的差距，真的不只是多一点心这么简单。今天就跟大家唠唠我的见闻和感悟，台湾对老人有多友好，很多小细节真让我忍不住感叹。一踏上台湾的土地，我就觉得不一样。你随便走到一个市场、公园，或者搭个捷运，都会发现一个现象，老人们的脸上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啊，而且你看那些年轻人，对老人那叫一个尊重和体贴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在公共场所，台湾的年轻人对老人的态度，这不仅是礼貌，更是一种骨子里的尊重。还记得我刚到台湾的第一天，坐捷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小事。当时车上不算太挤，但也没有多余的座位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慢慢地走上车，旁边的年轻人立刻站起来让座。这个举动很正常吧？可接下来我看到了一幕让我震惊。年轻人不仅让座，还小心翼翼地扶老奶奶坐下，然后问她需不需要帮忙按下站点提示。这个画面虽然简单，却充满了温暖。我一下子就想到，在大陆的公交车上，类似的场景有时可能会变得尴尬。年轻人往往心里嘀咕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让座？还是留给其他人让座吧。更有甚者，新闻里不时能看到因为让座问题争吵甚至动手的报道。相比之下，台湾年轻人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体贴，让我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差异。然后台湾的公共设施设计对老人也特别贴心，比如台北捷运站里处处都有无障碍通道，电梯旁还贴心地标注着长者优先。在公交车站，很多座椅都是为老人专门设计的高靠背椅，方便他们坐下和起身。甚至一些热闹的夜市里，还特意设置了供老年人休息的小角落。对比一下中国大陆，即使是很多大城市，也没有类似的无障碍设施。从这些公共设施的小细节上，就能看出一个社会对老人关怀的差别。另外，说到台湾的养老福利，真是一套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体系。对老人的友好，台湾可不只是嘴上说说，他们在政策上是真的做到了细致入微。首先，我们看看全民健保。台湾的全民健保系统堪称全世界的典范，特别是对老人来说，健保卡简直就是一张生命保护卡。老人看病时的挂号费、住院费、药费等，大部分都由健保承担。举个例子，我一个陆配朋友的婆婆前几年做了一次心脏手术，住院1个月，最后的医疗账单竟然不到5000新台币，约合人民币1200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在大陆做类似的手术，光是住院费就可能让一个普通家庭掏空积蓄。我们再来说说老人最关心的退休金，可以说是它不只是生活的保障，更是品质生活的保障。台湾对各类人群的退休保障非常完善，从军公教到普通农渔民，都有一套相应的退休金制度。比如农民到了退休年龄，就能每月领取固定的养老金，够日常生活开销，还能偶尔出去旅游，活得轻松自在，而不是像大陆很多农村老人那样种地种到老，甚至连养老金都很少。还有台湾独具特色的敬老卡，一个小卡片就能感到背后满满的关怀。台湾各地都会为老人发放敬老卡，这张卡真的太好用了，可以免费搭乘公交、捷运，
甚至在一些景区还能免费或打折。这不，我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就碰到一群戴着帽子的老奶奶们，大家说说笑笑，一看就是社区组织的免费旅行团。我问了一下，原来这趟出行的车费、门票费全是用敬老卡搞定的。而能颠覆大陆人刻板印象的，要数台湾老人的社区活动了，活得那叫一个精彩。因为台湾银发族的生活也可以活得很时尚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社区对老人的关注，他们不仅有免费的健康讲座，还有各种兴趣班，比如手工艺、书法、舞蹈，甚至还有银发 IT 班，专门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。试想一下，一个70-80岁的爷爷奶奶学着用 LINE 和家人视频通话，是不是特别暖心？台湾社会对老人的尊重真是写在每个细节里。相比于大陆一些地方的老人是社会负担的刻板印象，台湾社会把老人视为智慧和经验的象征，是一种宝藏，而不是需要被摆脱的负担和累赘。不仅是政策上对老人友好，台湾的社会氛围更是让我感到羡慕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的老人退休后不是抱着电视打发日子，而是变成了人间富贵花。就比如我们经常从新闻上看到的台北士林夜市的刀削面爷爷，80多岁还能健步如飞，做一碗面能跟客人聊半小时。高雄旗津的老渔民每周都带孙子孙女去海洋走春。反观我们大陆，不少老人都是空巢，孤零零待在家里，子女1年都难得回来看一眼。就拿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例子来说，我在台中的一个夜市看到一位老爷爷在卖自己亲手做的小木雕。一开始我以为没人会去买，毕竟夜市里的年轻人都忙着吃喝玩乐嘛。结果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位老爷爷的摊位围满了人，大家不仅买东西，还愿意和他聊聊天。他笑得特别开心，说自己不为赚钱，只是享受跟人交流的过程。在台湾，像这样被尊重的老人还有很多，即便是在繁忙的大城市，老人也不会被忽视，而是被当成社会的一部分，甚至是一部分风景。说完台湾，再来说说咱们大陆。大陆的老人们过得怎么样？这些问题让人感到心酸，也让人难以释怀。老实讲，看到台湾老人幸福的模样，我在想起大陆的一些情况，心里是真的有点难过。还记得南京彭于案吗？那是我曾经最难以理解的一件事。一个年轻人扶起摔倒的老人，结果被讹了，法院竟然判年轻人赔钱。后来全国的气氛就变成了啥？扶不扶先拿手机录像。这就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了大陆社会的信任里。在那之后，年轻人对老人摔倒产生了本能的回避心理，因为怕惹麻烦，怕成为下一个彭越。而在台湾呢，他们有一套明确的法律，帮扶摔倒的老人不仅是提倡，还得到法律保障。连我一个外地游客看到台湾路人主动去扶老人时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真的让我心生羡慕。不光是有法律保障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社会信任度高，年轻人扶起摔倒的老人几乎是本能。这种信任感的建立离不开整个公民的素养和社会风气的引导。不知道台湾的朋友了不了解大陆的养老院？毫不夸张地说，那里快成了老年监狱。咱们都知道，大陆的养老院条件参差不齐，一些高端养老院收费昂贵，普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，而便宜的养老院则经常被爆出管理混乱、虐待老人的问题。前几年某地一家养老院的新闻让我印象深刻，护理人员偷老人饭菜，还动不动大声斥责。相比之下，台湾养老院不仅硬件设施齐全，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很高，老人住在那里更像是在享受生活。再说说快被大陆社会遗忘的一个角落，那就是农村的老人。他们大部分只能孤独而凄凉地度过他们的晚年。说起来让人心痛，他们年轻时辛苦劳作，却因为子女外出打工，晚年生活非常孤独。
很多老人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或者种地维持生活，生病了也不舍得去医院，甚至最终在孤独中离世。说了这么多，并不仅仅是为了吐槽而吐槽，而是希望我们大陆能向台湾学一学。我希望台湾的研发族生活能够成为我们向往的未来。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，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大厦，而是看它如何对待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们也曾经年轻过，也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辛苦操劳过。国家和社会不应该对待他们像对待燃烧过的煤炭残渣一样抛弃。台湾对老人的尊重和关怀，让我这个大陆人感动，也值得大陆社会好好借鉴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的老人也能像台湾的老人一样，坐公交车有人让座不是稀罕事，而是常态。看病时不用再担心住院费掏空积蓄，晚年生活有保障，不再是孤单无助，而是充满欢乐和温暖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们每个人在老去时，也能像台湾老人一样，活得优雅从容，充满尊严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次见吧。